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咱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对邻居眼里，未来的关系可不仅仅是串门这么简单。最近一个重磅消息在东南亚炸开了锅，不仅新柔地铁 RTS 已经进入通车倒计时，更有55亿新元的巨资正在砸向柔新经济特区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势？很多人在问，这会不会是下一个深圳？其实这种对比虽然有道理，但柔新经济特区有着它独特的逻辑。它不再是两个国家各玩各的，而是要深度捆绑，把新加坡的资金技术和柔佛的空间资源整合在一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只是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一个普通项目呢，还是一场划时代的转折？新柔经济特区 JS 到 SEZ 到底会不会成为东南亚的未来之星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。要聊柔新经济特区，咱们必须先看看那条牵动无数人心弦的新柔地铁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基建工程，它简直就是打通新马两国经济脉络的心脏起搏器。长期以来，长堤上的堵车几乎成了每一个通勤者的噩梦，但这种物理上的隔阂即将随着2026年地铁的通车而彻底烟消云散。当通勤变成了分钟级的事情，人员的流动就不再是单纯的过关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无缝对接。新加坡的高薪就业和柔佛的优质生活成本将通过这条轨道完美契合，这种极高频率的互动会催生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和人才红利。就像我们常说的路通财通，当交通不再是障碍，小事就像市障，两地之间的资源分配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最优化，而这仅仅是新马合作迈向深度整合的一个精彩前奏。如果说地铁是骨架，那这55亿新元的重金投入就是充盈其中的血肉。为什么在这个全球经济波动的时刻，新加坡的企业敢于拿出这么多真金白银押注柔新经济特区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看到了特区作为超级入口的巨大潜力。现在的柔新特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产业园模式，它更像是一个精密协作的产业链实验室。在这里，企业可以享受到新加坡的金融便利和全球网络，同时拥有柔佛广阔的腹地支撑。这种强强联手的吸引力，让特区不仅成为了新马企业的游乐场，更吸引了全球资本的目光。55亿只是一个开始，它释放出的信心信号，意味着这片土地已经做好了承接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准备，而这种信心的维持是更离不开背后强大的政府协调机制，让投资者能够吃下一颗定心丸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为了让这个特区真正运转起来，新马两国的管理层也是拼了。他们把原有的委员会直接升级成了部长级委员会。这种规格的提升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以后跨国界的行政障碍可以直接在高层协商解决，不再会被繁琐的官僚程序卡脖子。这种从治理架构上的升级，其实比多建几座工厂还要重要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两国的合作已经延伸到了反毒、卫生等微观治理领域，甚至连跨境德事这种民生小事都在不断优化。这种全方位的接触和信任的建立，让两国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固。在当前大国博弈、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，这种抱团取暖的自觉性，让新马两国在面对外界风浪时，多了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底气。最后，咱们把视线放宽到整个东南亚，柔新经济特区的成功其实是在给整个东盟打样。它证明了，即便是在复杂的国境线两侧，通过深度的利益绑定和机制创新，也能创造出超越边界的增长奇迹。未来的柔佛和新加坡将不再是简单的邻里，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双子星城市圈。从能源转型到数字经济，从民生互助到产业协作，
柔新经济特区这颗未来之星正在冉冉升起。这不仅是新马两国的胜利，更是东南亚小国通过团结协作，在全球经济版图中赢得话语权的精彩示范。那么你觉得这种新加坡资金加柔佛土地的模式，会成为东南亚未来的标准配置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